当爷爷抱着瑞宝想跟游客们打招呼示意，今天的营业到此为止了。结果晃动了半天瑞宝的身子，发现根本晃不动。此时瑞宝表示，爷爷晃得很好，但下次不要再晃了，这样姨姨们会误以为我很胖呢。江爷爷立马跟辉宝道歉，表示不好意思了，然后抱着瑞宝回了家。回家想了半天的辉宝还是不放心，又从家里跑出来，打算自己跟姨姨们解释一下。很快江爷爷就跟了出来。江爷爷问瑞宝，你这是想跟姨姨们解释体重，还是在室外没玩够想再跑出来玩？瑞宝一个劲儿的想往树上爬。瑞宝知道只要自己爬到树上，爷爷就拿自己没办法，但是守在旁边的江爷爷是不会让瑞宝如愿的。而此时瑞宝的小聪明完全体现了出来，不愧是被评为先思考再行动的小熊，小年纪都跟爷爷玩上策略了。瑞宝先是假装自己很忙，让爷爷放心，表示自己不会再往树上爬，混淆爷爷的注意，然后趁爷爷走神的功夫赶紧抱着小树往上爬。而此时早回家的辉宝一定在想，姐姐今天怎么能在外面玩这么久，怎么自己回来的这么早，自己下次一定不跟宋3岁下班。不过咱就是说，刚才辉宝在室外园区跟宋爷爷玩的不是也很开心的吗？给宋爷爷戏耍的团团转。姐妹俩统一战略都是趁爷爷不注意往树上爬，等爷爷将自己抱下来后又反抗爷爷，让爷爷不要多管闲事。不过瑞宝这里也没有在外面玩很久，江爷爷将瑞宝放在小滑梯上，让其又待了一会儿，而自己则顺便检查了一下园区里的设施。瑞宝今天的延长下班也让最后一批观看的姨姨们感到了开心，因为多看了至少5分钟的瑞宝。而此时天也黑了下来，室内园区的光亮开始靠灯光照亮。而江爷爷检查了一圈园区后，便将瑞宝接回了家。在室外多玩耍了一会儿的瑞宝也心满意足了，没有再跟爷爷调皮，心甘情愿地跟着爷爷回了家。辉宝每天不摔2下，生活是不完整的。爱宝看到辉宝来了，心想来都来了，那就别走了，留下来陪陪自己的老母亲。爱宝给辉宝拉到怀里，给辉宝一顿贴贴，让辉宝充分感受着自己的母爱。而此时不远处的瑞宝正撅着小屁股在独木桥上蹭来蹭去。而此时的室外园区，宋爷爷正在为福宝收拾刚才吃剩的竹子，以及放置新的竹子。宋爷爷放置好竹子后，抱着旧竹子离开。今天大象们又要有口福了。宋爷爷刚离开，福宝便走了进来。一会儿姨姨再回来时，刚好遇到了爱宝下班时间。爱宝先是给辉宝从独木桥上扔了下去，然后接着走向瑞宝。瑞宝此时正在小亭子上享受，但殊不知接下来自己将像个球一样被拖走。爱宝来到小亭子上后，叼着瑞宝离开，但爱宝并没有直接叼着瑞宝走回房间，而是叼着瑞宝给瑞宝放在了奶爸进出的通道门口。爱宝是有自己想法的，应该是不想让姐妹俩回去打扰自己，但又怕姐妹俩在外面危险，便决定交给奶爸们看着。爱宝给瑞宝放在门口后，辉宝也跟了过来，看到姐妹俩安全了，自己便转身离开回家休息了。而瑞宝在门口喊着让爷爷出来陪自己玩，而辉宝则盯上了爷爷的南天竹。辉宝这小力气再多一点就能给南天竹折断了，不过好在宋爷爷及时出现，辉宝被爷爷吸引了注意。宋爷爷先是给门关好，防止姐妹俩偷溜出去，然后再去放置竹子，而辉宝则乐颠颠地跟在爷爷屁股后面。宋爷爷放置完竹子后，去抱角落里的瑞宝，将瑞宝放到了独木桥上，然后自己偷偷跑走。此时辉宝一回头，看到妈妈和爷爷都不在了，一下没了安全感，转头跑向通道门口。爷爷看这样不行，于是便再次回到园区，给姐妹俩放到了一起，让其相互作伴。而这次宋爷爷离开没一会儿，爱宝便休息完从通道门里走了出来。有爱宝在，姐妹俩这下又可以安心玩耍了。今天姨姨独得福宝恩宠，福宝迈着小碎步开心地来到坡下，走到姨姨所处的位置，站起身抬起头和姨姨打招呼。今天的福宝独宠姨姨，姨姨开心了一整天。而此时在室内园区，江爷爷正在和辉宝玩耍，激动的辉宝一下从小木床上摔了下来。江爷爷拿出手机蹲下来记录着辉宝这笨兮兮的样子。辉宝说，我才不笨呢。本来直线追逐爷爷的辉宝转头就溜进了爷爷的办公室，像是在说，爷爷就留在室外营业吧，我去替爷爷办公去。江爷爷猛圈3秒钟，反应过来后走进办公室，给辉宝抱了出来，跟姨姨们说了个再见，然后抱着辉宝离开。这一下看谁还敢说辉宝笨，给具有照顾动物37年经验的金牌老饲养员都逗得一愣一愣的。除此之外，不知道姨姨们有没有发现，瑞宝和辉宝现在开始自己少量的进食竹子了。而宋爷爷早就考虑到姨姨们会好奇，大熊猫一边吃竹子一边吃奶水，偶尔再补充点奶粉，这样产出来的青团是什么样子的。
宋爷爷在最新一篇日记里分享了它的样子。宋爷爷描述，它不是青团的形状，但颜色有点像黄色青团，可以说是像是被稀释后的青团，因为里面有未消化的竹叶。到了晚上下班点，福宝仍是不想下班。宋爷爷拿来一根小竹子递给福宝，福宝不想吃，但是看到爷爷这真挚且略带有点恳求的眼神，福宝还是将竹子接了过来。但是福宝并没有想下来的意思，福宝拿着爷爷给的竹子，趴在小树上继续休息着，而宋爷爷则为福宝清理着园区。宋爷爷放下福宝吃剩的竹子后，再次回来，站在门口继续尝试哄福宝下来。此时，爱宝母女3个正分布在园区的各个角落。瑞宝此时在小亭子的树桩后面，看样子像是睡着了。不过这个睡觉的位置多少有点令姨们想不到，或许是这个地方对瑞宝来说有特有的安全感。而爱宝此时则正在小滑梯上闭目养神，唯有辉宝此时不但不困，反而精力很旺盛。但因为姐姐和妈妈都在睡觉，没有陪自己玩耍的了，辉宝多少有点无聊，在小滑梯下面走来走去。辉宝来到小亭子上，打算爬去小滑梯上找妈妈。辉宝挪着自己的小步伐，迈着自己的大长腿，来到了小木床的扶手上。辉宝先是小心试探了一下妈妈，看看熟睡了没有，不然惹到妈妈等下肯定又要挨揍。确认妈妈睡熟后，辉宝这才放下心来，来到了小滑梯上。辉宝来到小滑梯上后，仍然显得有些无聊，而依依的5分钟观看时间这时也到点了。之后，依依顺着熊猫园区的路来到了室外园区。此时，乐宝和福宝正在园区积极营业，父女俩正在各自的园区走来走去，锻炼身体。而现在室外园区的观看时间也从之前的半个小时更改成了5分钟。5分钟时间到了之后，依依便又重新去排队了。今天爱宝乐园正在下大雪，此时乐宝的下班点到了，但乐宝仍没有想从树上下来的想法。宋爷爷来到园区喊乐宝下班，而宋爷爷在喊乐宝下班时，顺便还在乐宝园区堆了一个雪球。宋爷爷真是一刻也不想让自己闲着。早上，圣希阿姨冒着大雪来到室外园区，为乐宝放置竹子以及窝头和胡萝卜。圣希阿姨离开后，场外工作人员报道乐宝来室外园区的进度。很快，乐宝便从通道门口里走了出来。鹅毛般的大雪，乐宝当其不存在。来到小亭子上后，便开始了大口大口的吃窝头。如果乐宝此时这里是冬天的话，那此时的爱宝这里过的就是春天。刚换上的地毯，再搭配上园区周围的观景竹，就像春天一般有生机。辉宝此时正在小亭子下面探索着什么，而瑞宝这里正在玩着滑滑梯。爱宝此时也是无忧无虑的状态，躺在小滑梯上休息。岁月静好，没有其他烦心事打扰。而乐宝此时也已经吃完了，乐宝开始在雪地里打滚。春天有春天的温暖，冬天有冬天的快乐。乐宝来到树上200-300斤的大体格子，在树上晃晃悠悠的，给姨姨们吓得心惊胆战的，但乐宝却不以为意，还给姨姨们表演了一个大熊猫折树枝。宋爷爷看乐宝越来越虎了，来到室外园区喊乐宝回室内。爷爷喊乐宝时也没有闲着，而是在园区堆起了雪球。不过乐宝还是比较听奶爸话的，在树上啃了会儿树枝后，便从树上下来了，开心的回了室内。乐宝回到室内时，爱宝这时也进入了梦乡。此时瑞宝正蜷缩在小亭子上，自己单独睡着，半米的身高，睡在4-5米的大床上。而辉宝这里则是和妈妈挤在了小滑梯上，母女3个在园区度过了一个温暖的午后。